没死。少爷，走！灾难面前慌最没用，先看手里还有什么。你慌了，生活就会继续碾压你。不够快，血还在往外泄，心跳正在逐渐变慢，不是好兆头。我需要更多灵力，我需要什么东西？任何东西。对了，因果线，万物都有线，连着因和果。这些是我的因果线。那我身上的黑线是？这根黑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这里，17年了，直到今天，直到我濒死，系统激活，它才第一次暴露在因果视野中。因果编辑器已激活，检测到生命濒危，是否编辑？心跳正在倒数，像有人在用秒针敲我的耳膜。10下，9下，8下，是。系统的修复效果确实比灵力好。邪修身上有一些灵石，拿着以后还有用。因果系统现在什么情况？外部因果探查，来源未知。路遥谢过3之时，你的因果我记下了。10个筑基期以上的邪修，对上一个炼气5层，断了肋骨，刚用光了所有因果值的穿越者，兴许只有一个。跑！现在必须跑！只要能到那里，我就能活。只要我活着，死去的每一个陆家人都不会白死。今天虽然断了，但我记下了每一个人的金线走向。总有一天，我会顺着这些线找到所有的因，还清所有的果。师兄，这人浑身是血，看到了，搜他身上，陆家的族徽。北域陆家陆遥，求见宗主。伤口疼痛减轻了，有人用了高阶丹药。醒了，眼睛变成金色了，先天神通，还是后天觉醒？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的道基我看过了，不是普通的道基，是因果道基。灵气在你体内运行的时候，会自动沿着因果线的最优路径走。这种事，我活了3000年，只见过一个人。谁？他已经死了。很多年前，你身上还有一根线，黑的，从心口往下扎，我看不到尽头。你是陆家送来的弟子，按照规矩，入宗需要考核，但你的护送队在路上被邪修截杀，考核已经不重要了。我安排你去无名峰。无名峰，新立之峰，峰主李长生大成巅峰，他去年才开始收徒，你是第一个。大成巅峰为什么去年才开始收徒？因为他懒到开创初期修炼大成巅峰花了8000年，7990年都在睡觉。你想换峰可以直说。不用，我跟他。为什么？懒得师傅不会管太多，我正好需要时间搞清楚自己身上这些线。也好，对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父亲传讯来问了3次，说你娘让他问的，让我转达。儿子，你爹我刚接到消息，护送队被邪修袭击，你到底怎么样？你娘快把我耳朵拧掉了！你要是有个3长2短，我他妈带人平了邪修老巢！你别说脏话。我说了吗？说他妈了。他妈不是脏话，是什么？是语气一词。哥，映雪乖，哥哥在忙，等哥哥安顿好了回来看你。哥哥回来给我带糖。好。你妹妹叫映雪，6岁。对，
因果线很亮，我刚才扫了一眼，她的线跟你很像。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妹妹可能也不是普通人，以后有机会接她来看看。师傅来了，我该怎么称呼你？李长生或者师傅？不对，应该是你叫我师傅我才对。你是徒儿。师傅。自己找个地方住，不懂的尽量自己想。你不教我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门已经进了，接下来靠你。你什么都没教我。刚才那句就是开启因果视野。李长生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因果线，其中根线极为特别，与李长生的心口相连，一路向下延伸至地底深处。你那条黑线我见过，在很多年前一个死人身上。谁？你不认识，但他临死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当有人带着同样的黑线来找你的时候，告诉他别急着去找源头，先把自己变强，强到能让那根线怕你。好了，教学结束，去做饭。做饭？你是徒弟，徒弟给师傅做饭是天经地义的。你爹没告诉过你吗？没有。那你现在知道了。厨房在小屋后面，材料自己去山上打。别打白鹤，那是我养的；别打池子里的鱼，也是我养的；别打山脚下的灵蛇，那蛇是给你梳理水院的，吃了就没了。那我能打什么？野猪，山腰上有一窝，打回来做成红烧排骨。你妹妹不是喜欢吃糖吗？告诉她，排骨比糖好吃。无名峰挺好的，山魈上那窝野猪大概从来没遇到过会开因果视野的猎人。比山下食堂做得好，继续保持。味道确实还行。前世当编剧的时候，半夜改稿饿了就自己做饭，没想到这项技能成了我在修仙世界的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去情报峰查点东西，那条黑色因果线的源头暂时不敢碰，但母亲身上的银线和李芷溪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件事，我需要搞清楚。你的线为什么是黑的？你看得到？一直看得到，从小。从小是多大？5岁。你呢？昨天才看到，今天就跑到情报峰来查东西。效率高。效率高的人通常活不长。这根线不是昨天才出现的吧？你猜到了？猜到的。我的能力是感知因果波动，这根线很老，至少10几年了，一直在你身上，只是之前没被激活。你叫什么？李芷欣，情报峰的3星弟子。你的因果视野跟我不一样，你看到的线比我清晰，我看到的只是波动，很模糊。你看到的连方向都能分出来。所以你是属雷达的？雷达？一种，算了。就是说，你看得广但看不清，我看得清但看不了太远。对，你倒是一句话就概括了。我在情报峰专门追踪失踪修士的因果线索，准确率90%，还剩1成，就是太模糊了看不清。情报峰还有其他人能看到吗？一个都没有，全宗就3个人。我秦洛风他是天命之子，线跟你一样不正常，还有一个李长生。你怎么知道？我师父。无名峰的。对。那你知不知道他的因果线里有一根是别人的？从心口传过来的，是个女人。看到了，已经死了。她没死，我感知得到那根线还在波动，很微弱，在很远的地方，不是天元界。命运之心。你知道那个地方？不知道，但师父那根线指向的就是地底深处，跟你说的同一个方向。那就没错了，你师父也在等一个人。龙渊。2年前我父母在天魔战场失踪，最后坐标是这里，龙渊深处。我问过宗主，龙渊是龙族祖地，万年前龙族举族迁走，封印至今没人进去过。但他们的传讯时最后发出的信号，就是从龙渊底部来的。所以你一个人查了2年。 2年零3个月，没有任何线索，
直到刚才在走廊上看到你，你身上也有一根线指向东海，银色的，不是你的线，是血脉传承。我娘那年母亲坠海，是一只千年老龟拖她回的岸边。你妈妈的银线和2个失踪修士全部指向同一个海底深渊，你觉得是巧合？不是。我也觉得不是。龙渊入口的封印只对特定血脉开放，你娘能活着进进出出，她把游泳当避暑，你身上流着她的血，你能开那扇门？所以你需要我？互相需要。如果我没猜错，这里就是关键。你想一起去？你要查银线和龙族血脉，我要找父母。2个月，我需要准备资料、申请任务、借深海前行的装备。你呢？先把自己变强，2个月够。路遥，我们是不是见过？小时候。你眼睛为什么是金色的？你也是，你现在就是。我看不到自己的，我看得到。你的线好多，像蜘蛛网。什么线？你不知道吗？一条一条的，金色的，从每个人身上伸出来。那个胖子身上最多，那个瘦高个几乎看不到。你最少有200条。你吃吗？什么口味的？桂花。好。臭小子跑到这里来了。咦，这不是老李家闺女吗？你记得？我以为只有我记得。那个是我第一次看到金童，没想到你也看到了。我看到的不只是你的眼睛，你小时候身上的金线特别多，比任何人的都。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很重要，所以才会被那么多线连着。叶芷欣，来了！帮我拿着，2个月后我来找你。这段时间把自己变强，龙渊不是你能靠运气活着出来的地方。好。对了，那根黑线，不要一个人去碰。我不知道那条线的尽头是什么，但肯定比龙渊深，比天魔远，比你能想象的任何东西都危险。我知道。知道就好。2个月，够我把炼气5层推到金丹了。天剑锋，丹顶锋。啊！别过去！走开！你姓叶，叶星宇，你是谁？无名峰的路遥。没听过，新峰刚成立，我是第1个弟子。我不需要朋友，不需要师兄弟，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走开！我不是来怜悯你的，我也不是来找朋友，我是来告诉你，你身上有2根线，金色的，从心口延伸出去，已经断了。但断掉的那一头还在你身上，很细，没消失。那是什么？你父母，他们死之前最后想的还是你，所以在那一瞬间产生的因果线，人死了，线还在。只要你还活着，这2根线就不会断。你怎么知道？我能看到因果线，金色的代表羁绊，红色的代表恨。你这5年靠着恨活下来的，恨那些杀了你父母的人，恨自己没有能力阻止，恨这个世界为什么偏偏是你天生魔体。恨够了。但你不能只靠恨活着。为什么不能？因为那2根金线不是恨，他们最后想的是你，不是替我报仇，是活下去。如果你只用恨来活，他们的金线你永远感觉不到。
为什么帮我？你又不认识我。因为你身上的线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所以他们怕你。我不怕你，你是魔体也好，不是魔体也好，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身上有很多断线的人，而断掉的线是可以重新接的。你能看到那些邪修的线吗？能。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北边、域外2个河道，就是这2个人。5年前杀了我爹娘，他们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我记得他们。他们每一张脸我都记得，每一个。你现在打不过他们，我知道，所以我来了玄剑宗。我需要变强，我需要强到娘用这把剑砍下他们的头。你的剑上也有线，什么颜色的？暗红色的，下面还有一根很细的金色的。甜的，恨太苦了，偶尔吃块甜的。路遥，这2个河道，他们已经快追到玄剑宗外围了，3天之内会到。我能感觉到魔体的气息在吸引他们。3天，够不够？够什么？够你帮我杀一个，我欠你一条命。先回去，你身上还有东西要处理，红色的线太多，会干扰你判断。我帮你理一理。理完之后呢？理完之后，3天，一起等他们来。你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什么？有东西在吸你的魔气，不是你自己释放的，是这根本身正在往外抽，像一根管子。从小就这样，魔体控制不住，气息自己往外漏，杀人的时候漏得更多。不是控制不住，是被下了标记。那2个河道，5年前杀你父母的时候，在你体内种了一根追踪因果。只要你的魔气外溢超过一定云值，他们就能感知到你的位置。你能解？不能解，解了会惊动他们河道级别的追踪因果，动了就等于安门铃。但我可以换一种解法，不是砍断线，是把线的触发值调高，调到你的魔气哪怕外溢到金丹级别，他们也感觉不到。代价是什么？我的因果值，一次编辑抽500，上次在荒野用了1次，还剩不到1000。改这种河道级别的因果，可能又要再花好几百。改完之后，我大概剩个零头。我不是问你的代价，我问的是这件事的连锁反应。你说过，编辑因果会产生波动。对，波动会让他们知道有人动了线，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哪儿，但他们会加速来找。所以改完之后，他们就会来，比之前更快。72小时之内，改还是不改？改。不往外漏了。暂时，他们感觉到了，感觉到了，连锁波动已经传出去了。他们知道有人动了追踪因果，不是解，是改。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很急。一个能改河道及因果的人，值得他们亲自跑一趟。72小时，够干什么？够我们准备
接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的因果线，金色的，在墙后面亮了半天了。偷听多久了？从不是砍断线开始，2个河道协修，北边域外方向，72小时。我想了一个快速的方案。你也有方案？我是情报峰3星弟子，专攻因果追踪。在你蹲在无名峰切野猪的时候，我已经把北域的地形图全部调出来了。这片是地势最平的唯一的合围点。如果他们从北边来，要进入玄剑宗外围，必须经过这里。我们在这里设伏。设伏？我们是金丹和筑基，对方是2个河道，所以不能只靠我们。你师父借不借？借什么？借他的剑气，1口，不要多的，够重伤1个河道。你怎么知道我师父有剑气？情报峰的档案里写了，3000年前他在北域一剑劈开了一座魔渊，那道剑气在裂谷里留了10年都没散。我是做情报的，全宗上下每个大层期的底细我都背过。你师父的档案有半柜子，我会去问问，不保证他会答应。他今天刚睡了2觉，现在应该在睡第3觉。我也有人可以拉，秦洛风，他身上那个命格，走到哪都带麻烦。如果我们把他安排在丘陵的外围单独放，他的命格应该能分散其中1个河道的注意力，能拖一会儿。拖多久？不知道，但他是天命之子，敌人会想抓他比想杀他更多。磨一磨，够我正面1对1。你正面1对1打河道？不是打，是拖到你们那边结束再来帮我。你哪来的信心能拖住1个河道？魔体打河道打不过，但我能挡一会儿。我不怕死，他怕死。怕死的人打架永远会犹豫，我不犹豫。那就定了。李芷欣埋伏定位加引导，秦洛风外围分敌，叶星宇正面对1个，我对另1个。你打河道？你现在什么境界？炼气5层。你在开玩笑？没在开，我去问师傅借剑气，明天开始闭关，72小时内炼气5层到筑基巅峰。72小时炼气到筑基？你疯了吧？疯了，但他说他能看到因果，可能他真的能看到一条能72小时筑基的路。借剑气可以拿排骨来换，3盘少1盘不借。还有你小子说的那个女孩，什么姓秦的天命之子，告诉她，她的命割挡不住河道，但可以用来吓人。河道最怕天命，因为天道会护天命之子，她当诱饵正合适。师傅，你还没睡？醒了，刚醒的，被你闻桂花糕的味道吵醒的。你听到了多少？全部。还有那个情报峰的小丫头，档案里没说错，3000年前我一剑劈开魔渊，但少祭神之后我躺了300年，所以这次的剑气只能借1口，用完就没，悠着点。你师父是不是其实不好惹？他是大成巅峰，你觉得呢？那为什么天天躺平？因为他劈完那一剑之后，大概是在等人，等了很久了，躺着等比站着等省力。3个人，72小时，2个河道协修，够不够？够了。我听说你们要打2个河道，我的命格走到哪都带麻烦，在宗门外围已经引起3次妖兽暴动，2次灵药田枯死，1次直视走路崴脚。如果跟你们一起去，麻烦会主动找你那个方向的敌人。你怎么知道我们需要人？我算了一卦，天机说无名峰今晚在找帮手。你算了天机，就为了来帮忙？天机不用算，他每天都来找我，大部分时候我躲着他，这次懒得躲了，反正你们打的也是邪修，邪修跟天机撞上，死的是邪修，不亏。你一个人拖1个河道，会死吗？理论上会，实际上不一定。命格会保我不死，这是好处，坏处是它会连累所有靠得太近的人，所以你们别离我太近，300丈以内都会被我的命格波及。300丈是多远？3座山头，你能撑多久？不知道，命格不是定时器的，它是被动的。敌人对我杀意越重，天道就会越多的维护我的因果。但如果他不杀我，只是想困住我，那我就撑不了太久。排骨已经在灶上了，3盘，对，红烧的。
听说你明天去送死，你是沈牧阳，你听过我？情报科的档案里有你，河道巅峰，一剑斩无冤，剑痕3月不散。姐姐失踪10年，档案没写我长得帅，没写，回头让情报峰补上。我师傅的剑气能劈船，我的只能劈人。一个河道劈完之后他会重伤，劈不死，但重伤够了。你为什么帮我们？因为我姐，你身上有地宫的气息。我从丹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能看到我看不到的线。你将来会去命运之心，如果我姐还活着，你会找到她。所以你在提前投资？对，我姐的事以后再说，先把明天的邪修处理了。2块符，1块重伤，1块补刀，先用大的，再用小的，别死啊！在想什么？在想我娘最后那个眼神。是，她在笑，嘴角翘着，跟以前每次我犯错之后，她骂完我又舍不得打的时候一模一样。她最后想跟我说的不是报仇，是活下去。那你现在想怎样？活下去，然后报仇。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桂花糕吗？不知道。我娘做的，她生前最后做的一炉，我吃了5年，吃完了，以后再吃，就是你们给的。走了，下山，明早还有2个河道要上。他现在在绕，他不是直着走，他想绕到你们背后。现在接符！现在，你那废物爹娘死前连求饶都不会。退3步，左腿重剑心偏左，往右边闪。爹，娘。
生命濒危，检测到致4伤害，因果值余额872。编辑方案将死亡改写为重伤，消耗因果值800，是否确认？甜的，你父母看到这一剑了吗？看到了，他们说没说，做得很好。你怎么知道？你剑上的线之前是寒红色的，刚才变成金色了。你们太狼狈了。以后，我的剑不是杀人的，是守护的。那桂花糕归你，不用还了。你在意那个？在意。一共给了你4块，你1块都没还。半年后仙界使节会来，你要在那之前合道。你不恨他了？恨，但没有东西可恨了。他死了，我可以恨，但剑已经是金色的，我不想把它再染红。这根线不是连向天魔，是连向仙界。仙界？查到了什么？叶家被屠不是偶然，5年前邪修袭击叶家不是随机事件，是仙界指使的。指使？仙界情报司在收集因果异常者，我想要魔体，但他们用邪修当道，屠了一个家族，把魔体激发出来，然后等魔体自然成长，长歪了就让邪修处理掉。你不是被邪修害死的父母，你是被仙界看上的武器。我父母在天魔战场失踪，也是仙界。你的因果感知和你爹娘当年一样，他们是探子，你是他们女儿，天生能感知因果波动，这个天赋，仙界如果想要收集因果异常者，不可能没注意到。所以我的父母可能不是失踪，是被仙界带走了。带走，或者我这8000年一直在等一个人，等不回来。她叫沈若水，沈牧阳的姐姐，不是你后来在档案里看到的沈若水。我认识的那个她，是初代锚点的最后一个守仙者。整个天元界除了上一代锚点之外，只有她和我能看到因果线。8000年仙界第一次来，说她说不用我；第2次来说请她去仙界做客，她去了，一个人，只是每天去命运之心守着。第3次，她不告而别。那天夜里我追到地宫门口，她已经封住了入口，隔着石头跟我说了4个字：别进来，等我。你那条黑线，是他用全部因果力锁在地宫底下的虚无本体，他和那虚无锁在一起8000年。他还活着？活着。沈牧阳的剑符上有一缕他的剑意，8000年前的剑意，昨天批河道的时候还能用。他没死，他只是被关在自己封的门后面，等一个能打开门的人。本来我应该去，但我去了就打不过仙界的世界。我知道，所以你要去。河道之后，
带着那些金色的线。8000年来从未断过。他在命运之心附近还活着，我确定，但我现在没有能力去那里。半年之内，仙界会派使节来。上次来的时候，他们点名要了2个人，一个是古籍里记载的因果编辑者，一个是能感知因果波动的人。当年没有人，你们3个里有2个。等使节来的那天，他们会直接开口要，不给就打。所以我们得在那之前去命运之心。不在那之前，你要河道，只有半年。从天元优势最快的河道记录是9年7问保持的。你可以破掉他的记录。你的阴怪封印去掉，做修炼时间，把心口的黑线彻底封死，还是把他的封印打开？17年了，我对这根本身一无所知。但李长生等了8000年，半年。半年后你去仙界，我跟你，你猜什么境界？到那时不是金丹就是元婴。东海推迟，先去命运之心，然后河道。我的因果感知在半年前就该河道了，我一直在等队友，现在有2个队友够用了。快到了，前面有个至少1万年的老符印。封印指认血脉，你们在外面等。不等。你没有龙族血脉，进去会被封印搅碎。那你呢？我有龙族血脉，封印不会挡我。祖龙因果龙族共主之政，龙族非灭绝，乃举族迁往域外，留此碑等后人。若能成我祖龙因果者，即龙族新主。你不能留守，你鳞片快掉光了。掉就掉，1万年够我活下去。他们需要我们去找人。虚无不止这一片宇宙里有8个裂口，这里的裂口已经被封住了，但其他7个……我知道，你们走，别击败。龙族替天元守过2次，这次换个地方守。你去外面把其他锚点世界的人请回来，地宫里的封印我一个人看着就够了。也有人来过。你是看门的。1万年前送他们上船，36艘星舟，最后走的那个是他。他上船之前跟我说锁门，等有人来，只要是祖龙因果选的人，就是我龙族新主。我说好，就把门锁了。他们去了哪儿？不知道，域外太大，10个锚点世界少9个，我们这边留了1个，那边再找7个。10年、1000年、1万年，龙活得够长，总能等到。万年前。龙族和锚点一起对抗过虚无，一起战斗过，一起封印过。龙族留了祖龙因果，锚点留了命运之心，两边都是等。你命里有2份债，黑线那份是一个女人封的，她还活着；银线这份是龙主留下来的，她现在在哪儿没人知道，2份都得还。我继续等，等龙主的舰队回来，或者等他的传人带我去找他，告诉他龙族没有忘记约定。你眼睛怎么回事？祖龙因果，龙族血脉。所以你现在算是半个了。那我爸妈的事，你能用龙族的因果网帮我查吗？能，龙族的因果网覆盖域外，你爹娘的线索可能不在天元界，域外的网络我能试着碰。眼睛不错，能去做饭了。满座。沈牧阳的剑符在打河道的时候用掉了，我欠沈牧阳一个当面道谢。我姐的剑气昨天显形了，在你的左肩上残留了一缕。李长生的剑符是我姐8000年前留给他的，他把符给你，就等于把他在这世上仅剩的剑意也交给了你。我追了这道剑意10年，昨天在3岔口我感应到了，虽然只闪了一下。 你眼睛不错，能去做饭了。嗯。 本座
你姐长什么样？8000年没见过她了，最后一次是我7岁。那天晚上他来我房间，半夜我没睡着，白天被师傅罚站了3个时辰，腿还疼。他坐在床边，把我腿上的淤青揉开，他的手指是凉的。从小就是他绣冰阶，整个人冬暖夏凉。说完之后，他忽然说：“牧羊，姐姐要去守一扇门，可能要很久。”我问多久，他想了一下，8000年吧。如果8000年没人来，就10000年，那你还回来吗？有人来开门就回来。我没哭，那时候我还以为他在说笑话。他走了之后，我把剑谱翻出来从头练。他说过让我好好练剑。800年过去，我还是每天练剑，练到把剑练得自己发光，想着他哪天回来，能看到我的剑比他走的时候亮。天道不公，我便逆天而行。然后昨天你的左肩上闪了一下，和我7岁那晚他手指的温度一模一样。我知道就是他。所以你在丹城等我，不是因为感知到地宫，是因为你从小就在等剑气。对，丹城是整个北域，不，整个天元界因果交汇量最高的地方。如果他的剑气出现，这里我会第一个感应到。靠剑，不靠眼睛。沈牧阳身上的因果线和任何人的都不同，笔直的指向命运之心的方向。他姐姐还活着，你姐还活着，线还在命运之心附近，大概地宫第1层。李长生那边，你也跟他说了？说了，他在无名峰的巨石上躺着听，听完之后把盘子翻过来，盘子的背面有你姐8000年前刻的2个字：等我。他把盘子放了8000年，上面的字他每天摸一遍，磨得快看不清了。所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等。不是，李长生等了8000年，你等了8000年，你姐在里面孤身守了8000年，把虚无挡在门外。现在多了3个人，我、李芷欣、叶星宇，2个月之后去地宫。地宫入口在哪？李长生说他去过，8000年前封门那天夜里，他站在门外。等他醒了之后，会把位置画给我。他知道你身上有黑线吗？知道。他留在李长生的那句话，当有人带着同样的黑线来找你的时候，告诉他，别急着去找源头，先把自己变强。他说的人就是我。剑感知到了主人的方向，8000年来第一次没有隔着封印感知他，隔着路遥的伤口和残留的剑痕，竟得让剑内出生命。丹城到地宫的直线距离是半个北域，我飞过去需要3个月，但如果你2个月之内能合到，你的因果世界能撕开空间折跃。2个月我去准备。准备什么？我姐关在里面8000年，出来第一件事肯定是饿。我去包一整个酒馆的桂花糕。海购，东海龙雪花半价！你看那个芝麻，桂花酿，甜的。李长生在巨石上抖了8000年，沈沐言剑8000年练到剑自己发光。沈若水在地宫独自把虚无所去把被我在外8000年，3个人守同一个约定，用的是3样不同的东西：盘子、剑和枫叶。沈若水的剑意封住了黑气，也在用微弱的波动轻轻回应他弟弟的剑。隔了一个城市，隔了8000年，2道剑光在此刻的丹城终于再次同频共振。路很长，2个月，够我从炼气5层推到河道，然后去打开那扇门，让等了8000年的人出去吃桂花糕。你再不走，我的竹林就要死光了。好的。我的命格快压不住了，再待下去连你们都会被波及。仙界在收集我这种体质，趁他们还没正式派使节来抢人，我先送上门去。
你打算怎么进去？炼丹师考核，仙界每年都在各域按招丹师，他们缺能炼高阶丹药的人。我的阴阳丹体是天生的，配上丹老的残魂指导，进去就是真传奇，没人会怀疑一个只会炼丹的天命天子。丹老还能撑多久？1年，运气好的话，1年半。1年半不够。够。仙界情报网每3个月向天庭汇报一次，按最低频率，我在内部的这段时间至少能传回5份。第1份，仙界找到的药谁的准确日期，你们提前准备。第2份，他们点名单上有李芷欣，他需要提前藏好。第3份，命运之心地宫在仙界档案里的居位置和封印构造图，你要在地洞里加固封印。仙界早在几千年前，他们所想解开封印虚构碎片。我会尽量拖延情报网的更新周期，多拖1天，你们多1天。如果天庭发现你是卧底，杀。他说这个字的语气和在说今天食堂有红烧排骨一样平。天命之子被杀的概率很低，但被囚的概率很高。如果我被囚，丹老化是最后一点魂力会帮我爆掉命格，我死丹狼死。命格炸毁仙界情报司整个追踪因果网，至少能瘫痪他们3年。你身上的天命线太亮了，仙界情报司不需要因果视野，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锁定你的位置。你一进去就会被发现是卧底。我知道。因果值余额872。从外面看，光柱还在，天命还在，但只有仙界最强大的因果追溯术才能看透这层遮蔽下面已经不仅是天道保佑，还有天道允许这个孩子去仙界做他想做的事。如果仙界有人用大因果术查你，这层遮蔽会成3息，3息之内你死不了，3息之后靠你自己。你上次的800点还没补回来。那你还用？因为你的命格去仙界不是送死，你替我挡过一次河道，在玄剑宗外面用天命光柱引走了敌人。我不欠你阴管，但你是我队友。到了仙界，我不能带桂花糕，会被当成异常物品查。这半块，你替我放回灶台。这孩子7岁那年炼丹炸了炉，满脸黑灰的跑来问我：“师傅，我是不是不适合炼丹？”我说你适合，因为你炸完炉没有哭，别的孩子早哭了。他蹲下去把炸碎的炉渣一块一块捡起来拼回去，拼完跟我说：“师傅，炉子修好了，明天继续。”他这辈子最好的作品不是丹药，是他自己。麻烦你，等他回来的时候，灶台上给他留一块桂花糕，甜的。他从小就喜欢吃甜的。你认不认识仙界的高阶丹药考核官？为什么问这个？有一个弟子去考仙界公务员了。谁？天命之子。挺好的，仙界的天机局要疯了。叶星宇在家洗碗，李长生说看比赛不如睡觉。你确定？你确定？真传组最低是元婴，宗主让我报报的。行。剑锋3袭，赵熙，请赐。
无名峰路遥生。那个无名峰的杂役金丹，大元婴一剑一个。他2个月前还是炼气5层，宗主亲自给他报的名，修为栏写的是实际战力不详。实际战力不详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怪物吗？不是，我打你能看到你下一次出手。本日最后一场无名峰路遥对真传组擂主沈牧阳。你这剑得换，没钱，用我的。今天不打，为什么？因为你这状态打不过我。明天中午，丹城后面的荒原，没有裁判，只有天在看。这是沈牧阳的，借的。我记得他的剑是自己发光的。这把也是。明天真传决赛，你紧张吗？明天是去让一把剑认可我不是沈若水。不要做别人的剑，做自己的。你剑是自己做的，他帮我做的。8000年前，在龙渊边上，用龙火淬的。自己做的剑和别人给的不一样。自己做的剑，自己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自己。做剑这种事，可以等把这扇地宫的门打开了再说，让沈若水出来后亲手教他。这把剑叫什么？还没取。他走之前只淬了2把，一把叫等他，一把叫找他。我的叫找他，你的还没名字，那就打完再取。你还记得我姐8000年前淬这2把剑的时候说了什么吗？不知道。她说等我回来，用这2把剑对刨一次，火花会让天裂开，然后你就知道我在哪儿。还有名字了。什么？林渊，他和找他一起裂的天。
我姐催着2把剑的时候说，等我回来，用它们对战，火花能让她看到家的方向。今天那片云一裂，他在地宫里肯定看到了，隔着封印也能看到。这是他对剑意自己说的话。他在地宫里关着也能看到天？不知道，但剑意不分里外，2把剑的火花只要撞出来，他就能感受到方向。下次撞是在地宫门口。仙界方向，探查数很低，不是世界，是情报司的被动监视网。你的剑痕在仙界情报网上已经挂名了。今天的云裂就是他传来的，我等了8000年的回音。自己做的剑，剑自己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自己？明天开始，他要做一把自己的剑。先把地宫的门打开，然后把他的剑还给他。又走神，心法背熟了吗？师傅，枕头下面那幅画，是他吗？是他，沈若水，初代锚点的最后一个守心者，我是他的弟子。我7岁那年，在北域边境的一个小镇上被邪修追杀，我爹娘都死了。我躲在井底，他把邪修杀了，然后用冰剑把我从井底拖上来。他笑了一下，从那天起，我就是他的弟子。你叫什么？李长生。好名字。想不想跟你爹娘一样变成修士？修士能保护人吗？能。那我做。他教你什么？什么都教，剑法、修行、因果。那天下着大雪，他把手放在我眼睛上，我眼前突然全是金线，满天的雪每一片都连着因果，从云到地面。从他的指尖到我，他把一半的因果事业传给我。从那之后，我的眼睛就是金色，不是天生，是他给的，给了8000年。他走的那天晚上，来过无名峰吗？8000年前这里还不叫无名峰，就是一片荒山。他在山顶站了很久，然后回头跟我说，等有一天来这儿的人能看到和你一样的金线，就把盘子给他看。他说话的时候背后背着2把剑，一把冰的，一把刚淬好还是烫。冰剑给沈牧阳。烫剑，那把后来淬成了你的灵渊，他用龙火淬了3天3夜。最后一天，他说这把剑不是给我的，是给以后来的某个人。你觉得他还活着？活着。你肩上残留的剑意每天都在给他发讯号，和沈牧阳那道灵渊的裂痕一样。剑意不会骗人，他在门后面，8000年滴水不漏的把虚无顶在门外。李长生虽是大成巅峰，沈若水留给他的因果线8年来持续团噬寿元，如今仅剩不到2000年，激活锚点就能终止消耗，但需要3人合力种入因果之力，我们3人刚好可以做到。师傅，你也是锚点持有者，只是没激活，没有激活的锚点，寿命会被因果事业的传输慢慢消耗，你自己知道吗？知道，激活要3000年，我的寿命差一点，剩不到2000年。我可以补，用系统，所有的因果值我存到现在攒了不少，不够再去拍几个大场面。你补完我剩多少？你正常的大藤寿命可能是2万年，如果突破真仙，更长。那不急了，以前急着等他回来是因为怕没等到就死了，现在有2万年，够等到他。2万年里前1万年用来开门，后1万年用来吃我做的排骨。你那时候早就成仙了，谁还给师傅做饭？
成仙了也是你徒弟，仙人也得给师傅做饭。他回来之后也一样，2块桂花糕，1块你的，1块他的。他就是沈若水。是，你和他一样，天生能看到因果，但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初代锚点，也是最后一个。他把自己的眼睛给了师傅，血脉分给了龙族，剑意留给了弟弟，一身全部拆成了3份，给了3个等他的人，自己只剩半条命，关在门后面，每天用那半条命顶着虚无。我也是天生能看到因果的人。如果将来有一天，地宫需要第2个守心者，我替他。为什么？因为他等了8000年，不该再等了。8000年的等待，像一根看不见的金线，从画像延伸出去，穿过无名峰的竹林，穿过北域的群山，穿过地宫的石门，一直连到某颗还在跳动的心脏，还差最后一步。河道。这片地的因果最少，干净的荒地最适合清算。这2个月，所有大场面都化成了因果之存着，现在用来渡劫。银色是普通天雷，红色是业火雷，金色是功德雷，紫黑色的那是因果雷，银白色普通天雷。前世当编剧时，用室友名字写过一个领得饭的配角，室友后来车祸去世，2件事隔了2年，不存在因果。业火雷居然烧掉了我的愧疚。祖龙居然替我挡了天劫。金色功德雷，这不是惩罚，是作为2次用编辑替人挡伤的奖励。紫黑因果雷，是那2个被第1次编辑因果时无心中伤到的外门弟子，天道竟然替我还掉了这一笔。是沈若水，他居然将这道雷的杀伤力吸走了1半。当年没写完的结局，现在换我自己写。所有因果债，前世欠的，今生欠的，全部清零。还完了，剩下的全是赚的。这件得换了，河道修士穿这种抹布出门会被嘲笑的。这件是入宗那天穿的，到现在2个月。2个月从炼器到河道，你换了多少件衣服？就这1件。殿下，仙界天庭情报司特使，求见玄剑宗宗主。懒得看仙界的人。惨白色，不是黑色的邪修，也不是金色，是没有感情变动的工具色。仙品灵脉3条，9阶丹药10枚，真仙法器1件，每一项都足够一个小宗门吃一辈子。请路遥公子前往仙界协助因果研究。如果应允，2界永结同好；如果不，
路遥是我师弟的徒弟，你拿灵脉来买我的师侄？你当我玄剑府宗是什么？仙界开的杂货铺？天庭对陆公子绝无恶意，本师只是传达善意。没有恶意，为什么只点他一个人？天元界因果异常者，我能叫出3个来，你为什么不点别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体能用因果编辑干涉命运线的人。天庭需要这个能力，不是为了研究，是为了救人。救谁？不能说。回去告诉天庭，路遥不是商品。如果仙界想救人，派一个能说出要救谁的人来，而不是带着一卷没写后果的威胁。下次他们不会一个人来，下次是使团，带条件也带兵。多久？半年之内。你不是第2目标，你是关键目标。没有你，他们打不开封印，抢到我也没用。所以他们真正想得到的是你。我知道。怕不怕？不怕。3个半月，我们提前去把门打开，加固封印，断掉他们进入地宫的路径。等使团到了，封印是关的，路径是断的，他们只能在天上干看。仙界来多少人？使团可能带一队护卫，天机局的人另算。我一顿一半。使团带兵是吧？让他们来，来了正好，让他知道门外有人在等。北域地下深处的石门上只有一行字，不是灵力，是因果。只有能看穿因果的人，才能看到这扇门。姐，封印仍在，守心者仍在。封印已经被加固好了，姐姐虽然还没有写，但这次不一样。这次门外有4把剑和8000年份的桂花膏。笔龛里的封印从沈若水手间裂开，封印碎成光粒。你的剑亮了，你长高了。8000年冷剑，你老了，大成修士不会老，你看着老了。 8000年不睡也会显老的。你睡啊。你不回来，我不敢睡。你就是他选的人，那条黑线是我封的。虚无的本体打碎后最大的一块，我顶了8000年。我知道。现在你不用怕他，他被祖龙因果加固过了，不会再往外侵蚀。我不怕他
他从来不是威胁，是你留给我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李长生等了8000年，沈牧阳练剑练到剑自己发光。我肩上你的剑意一直在修复伤口，这条黑线不是诅咒，是你把最大的敌人锁在自己身边，然后把钥匙给了我们3个人。先回去，桂花糕在灶台上，我临走包了一整个酒馆的。你一个人包一整个酒馆？你8000年没吃东西，那也不用一整个酒馆。用得着。我欠你8000年的饭。封印仍存，守信者已然苏醒。比我包的那一整个酒馆少得多。回来了真好。秦洛风的第2份加密情报到了。天机局首席亲自挂帅，使团含大成级护卫12人，河道级若干，舰队3艘，核心目标2项：强行进入地宫，用他的因果感知破解封印，将路遥带走，不论自愿无妨。trình洛风额外附了天机局防线布防图，舰队将绕行北域3岔口，末尾没有桂花糕闲话，只加了2个字和1缕红线的标注：保重。提问打开了防御阵。必须马上和齐文一起重固孤山大大阵的建议层。剑阵外还是得加一层因果可屏蔽，仙界情报网的侦测会被因果屏蔽反弹，推导不出任何一个人的因果坐标。域外虚空深处泊着36艘星舟中的最后一艘，没有随龙族远征，留守了禁域。龙族没有忘记约定，得把钱洛风的敌部图整理成全套天元作战方案。这里细节得调整一下。若水姐，这线能编成花吗？能。想编什么？桂花。为什么是桂花？哥哥说桂花糕是离家的人的信号，编一朵桂花，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也能被自己的金线找到。陆映雪的保护层开始成型。这一仗打完，我陪你去东海，你爹娘的线索，龙族因果网覆盖域外后就能查到了。好，活下来才能去。我会。 3个月后，仙界将从同一个方向扣捕，每道剑光都已出窍，星火遍地，每一个人都醒着。娘，你居然会做饭了？你爹教的。爹不会做饭，他只会烧开水，我是找他当陪练。不对，他连开水都能烧糊。尝尝。你放了多少盐？少许。哪来的少许？食谱上写的少许。这次不是灵兽谷。 上次是意外，那次我把食谱拿反了。哼！发送失败。哥，长高了？没高，是你蹲下来了。你看出来了？因为我是你妹妹，送你的。若水姐姐说，金色越多的人越容易被找到。你身上的金线比谁都多，但万一丢了，这朵小花能给我们指路。 你什么时候学会编的？你不在家的时候。秦洛风不算，他欠我们一炉，他会回来的。我知道，多做一盘等他。回来的路上吃。姐，打完仗把剑名改了吧，不叫找他了。 叫回来，找了1万年，找到就不用再找了。叶星宇做的比陆耀好。师傅，我听到。听到就好。明天打完之后，把地宫的门再开一次，盘子该还给他了。
每一条金线同时在眼前展开。父亲的金线挂着他没吃完的那串糖葫芦，母亲的金线银中带金，妹妹的金线编成了一朵桂花。叶星宇的金线连着桂花糕，沈牧阳和沈若水的金线交织映辉。盘子上等我变成了等到。李长生的金线停止了8000年来的慢性消耗。李芷欣父母的2根线还没有回来。这一仗打完，东海。好。你爹娘的线，我们一起找。仙界方向出现了3艘战船，所有人同时看向北方，全封金线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命运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就是前面了，兄弟们随我冲锋！天机局休得猖狂！速速随我破此法阵！左翼3号舰正在聚能，火力指向地宫方向。收到。可恶，这是什么东西？你身上那道封印是沈若水给你的，初代锚点的最后一个守心者，他自己肉身当锁封了8000年。你以为用祖龙因果加固一层就能永逸？封印永远只是延迟。宇宙里虚无的裂口有8个，命运之心下面只封了其中1个。我只要时间，1000年、10000年，总有一天封印会衰弱。下一波还要用黑线绕进龙火后方。好。
天机局已下令撤退，引爆后舱自毁装置，所有护盾同时瓦解。3、2、1。这次不跟你耗，地宫的封印还有1000年，这7个裂口慢慢开着，我有的是时间。他说的那些裂口，7个。命运之心底下封了一个最大的，另外7个散在别的世界。龙族当年就是去找那些裂口，1万年了，早已没有消息。那我们去找。你还有爹娘的仇没报完，仇人都死光了，剩下的是保护活人。你说的对，1000年够我们找到7个人。姐，地宫的封印还能撑1000年，找其他锚点可以慢慢来，先睡一觉。你睡了10天了，10天不够，8万年的觉。你又不是李长生。别拿我当标杆，我睡觉有正当理由。等的人回来了，可以安心了。龙主舰队没有全灭，有3条母舰级信号仍在活跃，他们还在域外某个地方守着裂口。我爹娘在失踪之前最后一次传回来的坐标，刚好在母舰信号覆盖范围内。这是你2年多来第一次看到不是没有消息的答案。是的。下一步，去南域找老龙说的锚点血脉信号，然后沿着龙族航线往域外追。仙界退了，他们还会再来。下次来不是为了这般封印，是为了黑衣少年要的虚无7洞口。那我们也换，去找其他锚点。你有方向？龙族星洲。龙族去过的地方标了21个坐标，其中7个有锚点信号特征。龙主当年大概已经在逐一找了。第一批先去坐标最近的那一个南域腰部，老龙确认那边有一个锚点血脉信号。给，这一朵加了定位线，你去了域外我也能找得到。你在金线桂花里加了定位线？若水姐姐教的，她说金线边层超过3层就是定位级的啦。若水姐，她今年几岁？8124，不要4舍5让，差100年也很重要。哦，唉。天亮出发。
他说那边有人在等。人族的眼睛给了我色彩，妖族的血脉给了我看见因果的能力。金色是羁绊，红色是恨，灰色是断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云，你的金线是什么颜色？金色，还有一点点红，是我娘走的时候留下的。你娘去哪儿了？域外，他也看得到。对，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能认出我画的这些线，就跟他们走。你能画出这些线多久了？从小。为什么不告诉别人？说了他们会怕我。现在你不用藏了，你画的每一根线都是对的。我叫陆游，他叫李芷欣，是你血亲。我们的网要永固命运之心的封印，现在有5个，差你1个。加入之后我还要做什么？用你的画笔，你能画出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因果网。好。走吧。我画了一辈子的金线，从来都是单向的记录。我画云，云不回应。今天是第一次那些线在回应我，不是我一个人的独白，是对话。你就是云姐姐，芷欣姐姐说你会画金线，快给我看看。这根连到我哥了。你还没见过他，但你已经画到他了。你怎么知道是你哥？因为和你这根同频率的线只有我哥有，又密又多，他身上的金线比你画的所有线加起来还多。他是什么样的人？做饭很好吃，桂花糕比我做的差一点点，但排骨比叶星宇的桂花糕还好吃。送你的，无名峰的新人都应该有一朵。你从南域来，路上没有桂花。谢谢，有些线不需要画，留着就好。还剩5人。这朵留在地宫里，以后来蓄力的所有锚点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替吾有封此信，
龙主。不是活的锚点，他在等人破译他的因果图样。只要破译成功，席位就能重新激活。你能画出来吗？替我告诉龙主，第7世界的锚点不会断。这些线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每一笔都能画出来，因为我天生能看到跨域因果，是这个世界里唯一能看到的人。我们来了，桂花糕管够。无名峰等你，发件人天元界无名峰，路遥。第7人已连接。第7世界的桂花品种和这边一样吗？像素太低看不清，但他回之说带桂花，应该也是桂花的。哥，航线图上第7世界的坐标已经接入跨域同步了，我的5层金线能收到它的定位。它叫什么？回复没写，只写了3个字。什么？带桂花。10000年前，龙主舰队远征途经这里，龙主将一枚晶石封存在此界，而我祖上是一位金线画师，龙主替我激活了锚点血脉。守在这里，会有人来找你。从那天起，我家每一代都生一个女儿，每一代女儿都从母亲那里继承晶石和画笔，每一代都画。10000年，我是第7代的最后一个。是人，是锚点持有者发出的主动跨域联系。我们来了，桂花糕管够。无名峰等你，发件人天元界无名峰，路遥。带桂花。娘，我来做吧。不行，今年我学会了，你去外面等着。发送失败。签的那盘加倍还了，再多一盘给他留着。姐，你取的还是我取的？你取第1版，我改第2版。一样。找了10000年，回来只要一瞬间。这朵是顶上的，现在7命锚亮着，信号覆盖到第7世界。
云姐姐，你的兽皮上以后收到跨域回之会亮得更快。第7世界的回屏收到了，那边有人等了1万年。什么？明年此时，航线图上会多个坐标，龙族母舰的位置已经缩小到3位数日航程。等过完年，去。这道我教过。他只会烧开水。吴明峰新封规，每年过年路遥做饭，师傅不用洗碗。你从来不洗碗，所以封规才要改。你刚才说过了。重要的事说2遍。这本手写画册比云差远了，这个仙修的就是因果，这个字迹也是真难看。从第1页到刚才落笔的最后1页，整本册子都被画满了。长君，你别再发了。北域陆家，陆遥求见宗主。谢谢。秦洛风会回来看到这张画的，他肯定先翻桂花糕，那就把这一页压在桂花糕底下。第1季完，第2季待续。21个坐标划掉了7个，14个空白。龙族母舰的频段也越来越近了。对啊，你看，每一根的终端都有人在收信。那他们在干什么啊？叶星宇在厨房揉明天用的面，映雪麒麟鹤升空挂新5层灯。云正把跨域波动描上兽皮，沈牧阳看着靠在茅屋墙上的新剑鞘，反着灶火暖光。李长生依然躺平，沈若水刚刚添了一把茶。